绝世唐门75集预告：霍雨浩以1敌6，拉拢南秋秋加入唐门，马小桃以邪魂师身份回归。随着王秋儿推着霍雨浩离开，第二天，全大陆青年魂师精英大赛继续，唐门即将对阵地龙门。霍雨浩尽管身坐轮椅，仍决定亲自出战，以隐藏唐门的实力。他的出现引起了观众和主席台上日月帝国摄政王徐天然的注意。徐天然好奇霍雨浩的背景，并命令手下调查。橘子在看到霍雨浩时情绪复杂，他曾试图忘记他，却发现有些人有些事不是想忘就能忘记的。在待战区，徐三石确认霍雨浩的出战决定。霍雨浩解释，这样能更好地隐藏唐门的实力。王冬儿将霍雨浩推入比赛场地，观众和裁判对他的出现感到惊讶。地龙门的徐申书对霍雨浩的轮椅惊讶了一下，但霍雨浩平静地自我介绍，并展现出对比赛的自信。其他势力如日月皇家魂导师学院的笑红尘和孟红尘，以及星罗帝国和天魂帝国的公主们，都在关注霍雨浩的表现，对他的出战感到意外。徐天然让人去告诉裁判，无论后面比赛如何，都要保住霍雨浩的性命。霍雨浩代表唐门出战，他的出场引起了观众的哗然和同情。比赛开始后，霍雨浩并没有展现任何魂环，而是缓缓推动轮椅前行。地龙门的徐申书则展现出强烈的气势，释放出他的剑齿地龙武魂，全身覆盖着角质，力量大增。然而，霍雨浩释放出雪地魂灵小雪女，她以可爱的外表和强大的力量迅速击败了徐申书，将其冻结成冰雕。小雪女的表现让全场震惊，裁判宣布霍雨浩获胜。地龙门的队员对这一结果感到难以置信，而其他观战者也对小雪女的实力和身份感到困惑。接下来的2场比赛中，小雪女再次轻松击败了龙门的队员，使得地龙门的主力队员感到压力。霍雨浩和小雪女的表现让所有观战者刮目相看，他们开始意识到小雪女的实力并非偶然。霍雨浩通过小雪女战斗，既隐藏了自己的实力，又让小雪女吸收极致之冰天地元力，也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心意相通。霍雨浩在比赛通过雪女的帮助，找到了一种新的修炼方式，尽管进展缓慢，但比单独修炼要容易一些。雪女通过吸收霍雨浩身上的寒气，保持了强大的持续战斗能力，都让霍雨浩认为即使暂时残疾也不是全无好处。地龙门的队员对霍雨浩和雪女的实力感到不安，队长南秋秋决定不在手下留情。他释放出自己的武魂，展现出魂王级别的实力，并且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泯灭属性攻击，这种攻击能够分解对手的属性能力。霍雨浩首次面对这种攻击感到惊讶，因为他的极致之冰属性居然有溶解的迹象。他意识到这种能力可能是极其罕见的泯灭属性，这种属性不会被任何属性克制，并且在命中对手后会让对手在防御中消耗更多的魂力。霍雨浩猜测南秋秋的武魂可能是亚龙种中罕见的胭脂龙，这种武魂除了泯灭属性外，还擅长远程攻击。南秋秋眼看着霍雨浩一抬手就准确地接下了自己的第一魂技泯灭之光，脸上却只是流露出一丝冷笑。霍雨浩在判断他的能力，他又何尝不是在判断霍雨浩的能力呢？南秋秋接着攻击空中的雪女，但雪女轻松闪避并做出鬼脸。霍雨浩利用精神干扰，成功干扰南秋秋的攻击，使他的泯灭之光射偏。南秋秋随后使用第3魂技泯灭连环爆进行范围攻击，但霍雨浩和小雪女并未被击中。小雪女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一剑将南秋秋的泯灭连环爆斩成2半，阻止了爆炸。南秋秋决定近身战斗，冲向霍雨浩和小雪女。他使用泯灭护体抵挡小雪女的攻击，并释放泯灭之手，试图擒拿小雪女。然而，小雪女不仅抵抗了泯灭之手，还将其转化为冰蓝色光点消散。小雪女随后返回霍雨浩体内，让南秋秋感到震惊，因为她的泯灭之手竟然被一个召唤生物抵抗了。南秋秋的泯灭之手是一种强大的技能，能够消耗对手的魂力，同时部分反哺自身，但其消耗也相当于万年魂技。在与霍雨浩的战斗中，他的泯灭之手被小雪女以雪地3绝之一的大寒无雪抵抗，导致南秋秋没有得到任何反哺。他知道自己的技能被破掉了。霍雨浩告诉南秋秋自己还有底牌，而南秋秋则认为他已经失去了主要能力。霍雨浩挑衅南秋秋，提出如果他输了就加入唐门，南秋秋则反讽如果霍雨浩赢了，他会考虑加入。霍雨浩伪装成弱势，诱使南秋秋放松警惕，然后突然爆发，用暗金色利爪攻击，令南秋秋措手不及。最终，霍雨浩用冰皇之怒将南秋秋冻结，宣布胜利。南秋秋愤怒不甘，拒绝承认失败，并在愤怒之下宣布谁若能杀霍雨浩，她便嫁给谁，震惊全场。南秋秋的失败引发了地龙门队员的愤怒，他们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甚至有队员因攻击裁判而被判负。南秋秋在待战区中反思，意识到自己低估了霍雨浩的实力。随着比赛的进行，霍雨浩以1敌6轻松击败的龙门的队员，令全场震惊。南秋秋在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后，脸色苍白，他知道地龙门在第1轮就可能被淘汰。最后，霍雨浩在与地龙门最后一名队员宵夜的战斗中迅速取得胜利，再次向地龙门发出加入唐门的邀请。南秋秋无法接受这样的结果，
冲入场地，却被王冬儿拦住。王冬儿的实力让南秋秋震惊，他意识到自己与王冬儿之间的差距。南秋秋经历了与唐门的激烈对决后，深刻意识到唐门的实力远超他的预期。他原本自信满满，却不得不接受失败的现实，甚至在与霍雨浩的赌约中输掉了自己。南秋秋的母亲，也就师弟龙门门主南水水，对女儿的失误感到愤怒。南秋秋在母亲的质问下，坦白了自己与霍雨浩之间的赌约，以及他因失败而必须加入唐门的结果。南水水虽然震惊，但很快冷静下来，提出了2个条件，希望以一种体面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他要求南秋秋加入唐门有一个期限，并且在唐门期间，唐门不得强迫南秋秋做任何他不愿意做的事情。霍雨浩和唐门的成员对南水水的条件感到意外，但很快就接受了这个条件。南水水提出的期限是3年，如果南秋秋在这段时间内修为提升8级以上，可以延长期限，但5年后无论结果如何，契约都将解除。霍雨浩认为这是一个对双方都有利的协议，于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霍雨浩对唐门的未来充满信心，相信5年内唐门将迅速发展，因此对留住南秋秋并不担忧。南秋秋对母亲的决定感到意外，她将作为唐门弟子5年。南水水对霍雨浩表示信任，愿意将女儿交给唐门，并计划赛后拜访唐门。霍雨浩介绍了唐门的历史和重建计划。南水水对唐门位于史莱克城有些惊讶，但也因此更加放心。母亲南水水离开后，南秋秋感到委屈，王冬儿上前安慰并欢迎她加入唐门。南秋秋被王冬儿的外表和气质所吸引，而孟红尘则因此嫉妒。南水水回到地龙门，心中对唐门的好感增加，认为唐门是适合南秋秋成长的地方。霍雨浩和唐门成员继续观战，等待圣灵宗的比赛。当圣灵宗对阵天都学院时，霍雨浩注意到一名黑衣青年。这名青年虽然魂力只有5环，但身上散发出的阴森气息让霍雨浩确信他是一名邪魂师。天都学院的一名强壮青年作为对手上场，手持长柄战刀，展现出了强大的战斗力。然而圣灵宗青年的武魂释放出黑色烟雾，这些烟雾实际上是无数细小的虫子，它们在转化为紫色后钻入了天都学院青年的头部，吞噬了他的灵魂和脑髓，导致其死亡。这场战斗的残酷让天都学院的队员们愤怒，他们的老师更是愤怒地宣布退出比赛，认为这是一场谋杀而非意外。圣灵宗的残忍手段引起了其他队伍和观众的不满，但他们仍然以满分成绩晋级。霍雨浩在比赛结束后听到了一个熟悉的声音，他怀疑那是他的马小桃的声音，这让他感到震惊和激动。他推测马小桃和唐雅可能都被圣灵教抓走，这个发现让他的情绪变得激动，同时也更加坚定了他对抗邪魂师的决心。在比赛结束后，霍雨浩密切关注着圣灵宗的动向，特别是一名可能是马小桃的黑衣女子。他尝试用精神力联系她，但没有得到回应。随后他和王冬儿带领唐门队伍返回酒店。南秋秋的情绪逐渐稳定，但他对霍雨浩的进来并不感到高兴。由于房间紧张，南秋秋不得不与他人共享房间。他坚持要与霍雨浩同住一间，但最终在霍雨浩和王冬儿的巧妙应对下，南秋秋尴尬地离开了他们的房间。在酒店的餐厅里，霍雨浩尝试缓和与南秋秋的关系，但南秋秋仍然对他心存不满。金子嫣试图平息南秋秋的情绪，并承诺会照顾她。霍雨浩建议队伍在酒店休息，以调整状态。南秋秋在房间分配问题上再次坚持己见，但最终在霍雨浩的安排下，他得到了自己的房间。2天后，第1轮淘汰赛结束，唐门队伍的住宿条件得到改善。霍雨浩和王冬儿继续修炼。随着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的进行，第2轮淘汰赛开始，史莱克学院作为传奇战队备受期待。在第1轮比赛中，史莱克学院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而宗门的参与使得比赛更加激烈。史莱克学院的代表队在王圈的带领下，准备迎接天甲宗的挑战。王圈并未在第1轮比赛中出场，这让霍雨浩和王冬儿感到意外。戴华斌在比赛中展现出了强大的实力和冷静的战斗风格，连胜2场后主动认输，为史莱克学院的其他队员提供了实战的机会。乌峰和邪幻月也各自取得了胜利，但随后也选择认输，使得比赛进入了团队赛阶段。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在王圈的指导下，采取了3角阵型，准备迎接团队赛的挑战。天甲宗的队员们虽然受伤，但依然展现出了强烈的胜利欲望。他们排出了弧形阵型，准备在团队赛中发挥特殊能力。霍雨浩意识到天甲宗可能拥有武魂组合技，这种技能在大赛中极为罕见，通常只有宗门才能施展。比赛开始后，天甲宗的队员们将他们的天甲盾组合成一面巨大的盾牌，释放出强大的武魂组合技，给史莱克学院的队员们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面对天甲宗的7位一体武魂组合技，王秋不仅没有退缩，反而爆发出强烈的气势，以一己之力对抗对手。在宁天的7宝琉璃塔辅助和曹景轩的时光荏苒中的配合下，王秋成功破解了天甲宗的组合技，并带领史莱克学院赢得了团队赛的胜利。霍雨浩和唐门的队员们观察了史莱克学院的比赛，他们意识到史莱克学院的团队协作和个人实力都有了显著提升。
霍宇浩决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采取类似的战术，让每个队员都有机会出场，以保持最佳状态。